2021年1月20号。1月20号呢是川普总统离开白宫的日子，也是呢拜登呢他们窃取政权，他呢登基的日子。那么在拜登他要登基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前几天呢，华盛顿地区呢是大量的军警呢人员已经把这个白宫和国会大厦周围呢都完全是包围起来了，也就是完全感觉到这个登基现场实际上就像一座集中营一样。那么所有的军人不仅仅是要宣誓要保卫拜登，同时呢都在大厅里面要再次宣誓呢要捍卫宪法。Do swear or affirm that I will suppor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gainst all enemies, foreign and domestic, that I will bear true faith and allegiance to the same, that I take this obligation freely, without any mental reservation or purpose of evasion, the duties of the office to which I'm about to enter, so help me God. So help me God. I appoint you as United States Capitol Police Special Officer for the period starting today to January 24th, 2021. 你觉得军人再次宣誓捍卫宪法有这个必要吗？因为所有的军人，他们如果不捍卫宪法，他根本连兵都当不了。也就是他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天，他就必须是捍卫美国宪法的。那么到国会大厅里面再搞一次这种形式上的宣誓效忠宪法，目的是什么呢？也就是什么？拜登十分不放心啊，而且呢是对所有的士兵呢进行了政治审查，这跟中共的这个政审很相似啊。也就是说，现在审查出来有几十个人是不符合这个他们的政治正确的要求的，也就是这些人是极右派，这些人是保守派，这些人投了川普的票，因此呢不放心，这些人已经呢把他们送回他们自己的营地了，也就不能够担负警戒任务。这就是说，白宫他在这个拜登登基前几天就已经是这样，而且有大量的这个军警巡逻队伍呢，每天晚上都在 DC 呢进行紧张巡逻。那么这种气氛啊，就让你感觉到拜登这个究竟是新总统登基呢，还是说窃取的这种专制政权，心里面特别害怕呢？他不害怕，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你觉得美国建国200多年来历任了那么几十任总统，哪一个人登基有如此这种非常恐怖的这种现象呢？但是呢，在美国就是发生了。在我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川普总统呢，他已经离开了白宫。他在昨天他就发表了一个离开白宫的一个告别演讲，可以讲川普总统这个演讲视频是非常感人的。在他其中演讲里面，我觉得最感人的一句，他就是说，我没有挑选那条最不容易受人批评的路，而是选择了最艰难的战斗，因为这是你们选择了我的理由。 Mo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the American people. To serve as your president has been an honor beyond description. Thank you for this extraordinary privilege, and that's what it is, a great privilege and a great honor. All Americans were horrified by the assault on our Capitol. Political violence is an attack on everything we cherish as Americans. It can never be tolerated. Now more than ever, we must unify around our shared values and rise above the partisan rancor and forge our common destiny. 所以，川普总统就表达了他自己在华盛顿这么4年，他没有选择那个轻轻松松可以避免人们批评的路，而是选择一条最艰难的、跟沼泽、跟深层政府战斗的路。因此，川普总统他很光荣、很自豪地告诉他的选民，他说：“这是因为你们选择了我的理由。” 4 years ago, I came to Washington as the only 4年前，川普以政治素人的身份入主白宫，秉承美国第一的原则，实现了一系列亮眼的政绩，包括大幅减税、修复和达成重要贸易协议、实现能源自给、打造美国史上最辉煌的经济、大幅降低处方药价、制定美国史上最安全的边境政策、重建美国军队并成立太空军、消灭伊斯兰国、在中东达成一系列历史性和平协议等。川普也是数十年来美国第一位没有发动过新战争的总统。
We restored the idea that in America, no one is forgotten because everyone matters and everyone has a voice. You are loyal to your country, and my administration was always loyal to you. Now, as I prepare to hand power over to a new administration at noon on Wednesday,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movement we started is only just beginning. I go from this majestic place with a loyal and joyful heart, an optimistic spirit, and a supreme confidence that for our country and for our children,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Thank you and farewell.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说，川普总统的告别词，在昨天的告别词有很多感人至深的地方。对于1月6号国会那个发生暴动和骚乱的事情，川普总统也提到，他是反对任何暴力的。所以说，川普总统他心态很坦然。那么对于1月6号这个暴动的事呢，很多这个国会议员呢耿耿于怀。其中呢，有的国会议员居然提出说是要在国会山外面建立永久的围墙，建立永久的铁丝网。你看看这些国会议员，他们是什么脑筋啊？在美墨边境建墙，挡住那些外来的非法移民，他们不同意；但是在国会山之外，他们要建立墙，要挡住人民进入国会，挡住人民进入白宫，要挡住人民来监督他们的政府，他们居然要建墙。我不知道那些网上动不动批评说是美国民主制度没有受到破坏，请问讲这个话的人，你现在来给我解释一下，美国民主制度没有受到破坏，凭什么要在国会山建立一个永久围墙？就是现在这个铁丝网拉到那么多小旗子插在白宫前面，这种现象，你觉得这是民主制度的优异表现吗？一个民主制度需要在一个新总统登基，用几千面小旗子插在白宫的这个场地上面，像个幽灵一样的，你觉得这是伟大的美利坚的自由国家吗？所以说，所有的现象就说明，本轮政府他们因为是窃取来的政府，所以说他心里面非常的恐慌，他们特别怕他们盗窃行迹败露，所以说他们就千方百计的掩盖。而他跟川普总统完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川普总统在昨天的告别词里面大大方方总结了他这4年来在白宫他所取得的各种成绩，同时川普总统告诉美国人民，最好的日子还没有到来，我们大家一起要努力，为了我们的子孙，为了伟大的美利坚，我们呢共同去奋斗。所以说，川普总统呢今天呢他就从白宫离开，先到达了安德鲁空军基地，在这个空军基地接受了明礼报对他的欢送之后，然后他乘坐飞机已经回到了佛罗里达州。可以讲，看到川普总统离去的背影，我心里面呢是非常非常的伤感的。因为来讲，川普总统这4年为美国，为制造美国再次伟大，为推进美国第一，川普总统呕心沥血。但是呢，被深层政府、被民主党，尤其是被共和党里面这些建制派大佬，他们合作把川普总统挤出了局。川普总统他本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家庭，都为美国无私奉献了4年。在这4年中，川普总统从来都是忍辱负重，可以讲无数的谩骂和嘲讽，但是川普总统个人都把他扛下来了。那么现在川普总统他离开了白宫，但是川普时代并没有结束。我相信川普总统他现在需要一个安静的时间去疗伤，然后呢，川普总统会阻挡，会领导我们继续战斗。川普总统可以讲，他跟奥巴马相比，他离开白宫，他个人的资产是缩水了数十亿。而且呢，4年呢，他只拿了4块钱，也就是每年象征性的拿了1块钱，其他的钱呢，全部捐给了慈善机构。最终呢，他从白宫谢幕以后，回到了他自己的家。而奥巴马是什么状态？奥巴马离开白宫以后，他的财富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他根本就没有回到他当初在就任总统之前芝加哥的那个老家，而是在华盛顿地区购买了豪宅。在这个之后，奥巴马又收购了好几处的那些巨富的豪宅，每一套豪宅都是上千万美元。奥巴马就当这么一个退任总统，他哪来的这个几千万上亿的资产？所以说你就看看民主党人呢，只要从政就一定发财了。而川普总统从来没有为他自己、为他的家族、为他个人谋取一点私利，就是这么一个人遭到如此的诋毁。可以讲，川普总统，如果你总结他这4年他最大的功绩是什么？我认为川普总统他最大的功绩，他对内是强调美国第一，因为强调美国第一，所以他就触犯了民主党和共和党那些建制派大佬们的利益，他要保证美国人民他们始终获得最好的机会。因此，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美国华尔街的这些大佬，什么硅谷的大佬，他们就认为川普总统动了他们的奶酪，动了他们的蛋糕，所以说他们就设计陷害川普。这是川普总统他对内政策
让很多在美国赚钱的美国这些资本家、这些政治人物，他们感觉到他们个人的利益受到损伤了。川普总统对外，川普总统是毫不犹豫、坚决地打击以中共为首的这种霸权主义，同时维护美国第一。无论在跟欧洲、跟日本、跟加拿大，以及包括跟中共的所有的外交政策中，都是树立美国第一。也就是川普总统要把美国的企业撤回美国来，要在全球树立美国第一的这个格局。所以说，川普总统的外交政策一点都没有错。他最重要的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做了一次验证。这个验证也就是让我们再次看到一个真知灼见，也就是民主它只是相对最不坏的一个制度，它只能在三观完全一致、绝对尊重游戏规则的这种人群里面才可以实施。一旦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就如同我们正常的身体里面产生了癌变。而美国的深层政府、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建制派大佬，他们的所作所为就是让全世界所有的民主主权国家最终都发生这种癌变。他们的目的就是形成像中共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也就是实现底层互害的模式。目前来讲，美国底层互害的模式已经不断的爆发了，而因为底层在互害，他们就无暇顾及精英们自己的为所欲为。所以说呢，川普总统他本人被挤出局，就再一次验证了民主制度它必须是三观一致的，都绝对遵守游戏规则、信仰上帝，并且遵守法治的人，才能够建立一个完善的民主制度。如果你的人口结构根本不是这样，人心腐烂，现在美国不仅仅是行政权，也就是包括川普总统领导的政府机构里面的很多人员，你像司法部长巴尔啊，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啊，中情局局长哈斯佩尔啊，像这些人都是政府里面的。但是你说他们的腐烂到了什么程度呢？那么国会里面的议员就更不要讲了，无论是民主党所领导的国会的众议院，还是共和党占有多数的参议院，像麦康奈尔这一类的夫妻两口的，早就把美国的利益出卖给中国了。那么加上司法的腐败，包括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这种腐败到已经到了什么？川普总统还没竞选呢，他就说一定要把他拉下台。你有什么样的利益勾兑？你为什么要阻止川普总统一定要把他拉下台呢？那么也就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已经完全辜负了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他们凭什么是终身制？人民凭什么终身奉养这些人？而他们本人并没有坚守美国的宪法的。所以说呢，川普总统他个人这4年就让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制度受到破坏的这个一幕又一幕。所以说，当川普总统谢幕离开白宫，当他的飞机在白宫机场起飞的时候，是受到白宫里面所有的工作人员对他一致的欢送的。因此，川普总统的离去，他仅仅是被深层政府做局，让他暂时离开了白宫。我相信川普总统有一天会回到白宫，因为川普总统在他的讲话里面也明确就说，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回来的。那么怎么回来呢？昨天《华尔街日报》他就正式刊登了这么一条消息，就说川普总统最近和他自己的很多幕僚在讨论建立一个新政党，这个新政党的名字就叫爱国党。可以讲，川普总统如果要建党，那么美国就有希望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共和党呢基本上是哭晕在厕所，因为川普总统一旦组建这个爱国者党，那么带走的绝大部分是共和党的这个幕僚、共和党的这个党员。美国大家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呢是有2个大党，这是美国建国以来它的选举人制度决定的，它只可能是有2个大党。这个呢，我在我前面的节目里面已经解释过，在这呢我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不再做重复的解释。也就是美国目前只有这么2个大党。那么共和党呢，它有3000多万的党员，民主党呢有4000多万的党员。那么这2个党加起来的党员总数根本就抵不上川普总统今年对他的支持者的总人数。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总统在本轮竞选中，川普总统获得了7500万美国选民的支持，可以讲所有的选民都是成年人，也就是说每一个选民实际上都可以注册成为党员的。那么我们不敢讲这个7500万所有支持川普总统的选民全部加入川普总统他新组建的爱国者党，那么如果有一半的话，那么也是美国最大的党，也就是7500万的一半，也达到了3750万。如果川普总统真的是在美国成立了一个爱国者党，那么将会给美国的民主历史上产生划时代意义的重大的一笔。过去大家都认为，为什么没有第3个党竞争呢？因为第3个党太小，这个党里面可能总的人数就有几万、几十万，根本形不成在大选中或者在竞选议员中有什么这个获得选民支持的这个多数票。即使在个别州赢得了票，你也在全国，在整个联邦，你获得不了多数席位，甚至获得1-2个席位的可能性都非常非常小。
而川普总统组建的这个爱国者党就不一样了，它可以成为美国第一大党，也就是这个党的人数完全有可能既超过民主党也超过共和党，因为大量加入川普总统成立的这个爱国者党的人，一定是跟川普总统有相同的价值观的，一定是希望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一定是希望美国优先的。所以呢，这些人加入川普总统的党呢，毫无疑问来讲，就退出他们原来所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了。也就是说，川普总统这个党员的人数，绝大部分是来自原民主党和原共和党的人，因此共和党萎缩的会很快。如果说这个3000万的共和党里面，其中有一半或者是更多的人加入了川普总统的这个爱国者党的话，那共和党的总人数可能只有2000万，甚至只有1000万了。民主党也是这样，民主党加入川普总统的这个党派的人数可能会相对的少一点，但是你不管加入多少，都会导致了川普总统这个党员他的这个数量是巨大的。那么数量巨大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毫无疑问来讲，在竞选中，在各州的议员竞选中，在各州的这个州长竞选中，这些作为当地最大的党、最大的支持者的，肯定是最容易当选本地的议员、当选本地的州长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美绝大部分的州都是爱国者党它占有多数的话，毫无疑问来讲，无论是本地的这个州议会、本地的州长，还是在国会里面、联邦国会里面的众议员、参议员，那么川普总统组建的这个爱国者党的这些议员就会占有国会、占有参议院的大多数。那么当国会两院都成为爱国者党里面占有大多数的时候，毫无疑问来讲，国家的政策就由爱国者党他们所占有多数的议会来讨论决定了。也就是今后美国就会颁证，就会回归美国的传统价值观，就会回归美国国父们所指导的缔造美国再次伟大的这条路线了。那么这毫无疑问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前景的。只是呢，大家呢有很多疑问，人家认为民主党就会让你们这个党做大吗？他们就不会继续作弊吗？他们只要作弊，你们就永远也赢得不了竞选啊！讲这个话的担心的朋友呢，肯定是很多的，包括我本人也想到，如果民主党继续作弊呢？如果作弊，他们就不就是靠这个机器、靠多猫腻机器、靠作弊，就始终赢得大选，始终赢得国会议员的多数吗？这种想法呢，是理论上讲，也就是说，从我们现在看到本轮大选，美国的大选已经受到破坏，已经有大量的作弊产生。那么，我们认为，今后民主党在他掌权以后，只会扩大他们作弊的规模。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保住他们民主党的基本盘，让所有的议员、总统和所有国家里面选举通通被他们操控，由他们来把握国家的政权。民主党肯定是这么去想，但是你觉得民主党这样想能不能得逞，能不能做到？我首先给大家做一点具体的分析。大家看啊，现在呢，这个民主党控制的产生大规模舞弊的，尤其是争议非常强烈的，基本上就在那少数的几个州。说来说去，也就是今年这个战场的问题州，也就是6个州。绝大部分美国一共有50个州，绝大部分的州还是属于选举基本公平的。而且大家要看到，现在共和党在美国所有各州里面，共和党是占有多数票的。也就是说，我们过去讲过，如果议会选举1州1票的话，川普总统肯定是能胜出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这50个州里面，至少有26、7个州是共和党控制的州。那么在共和党控制的州里面，大家应当能看到，所有的选举基本是公平的。也就是共和党控制的州，这个里面产生舞弊行为的这种州呢，现象是极个别的。比方说佐治亚州，佐治亚州就是共和党控制的州，但是产生了大量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佐治亚州是一个特例，绝大部分共和党控制的州基本上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舞弊的。个别的舞弊现象可能不足以改变大选的结果。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个现实，我们来看，如果是川普总统他组建的这个爱国者党能够在共和党现在赢得多数州的这些州里面获得更多的选票，也就是原来共和党获得的选票都到了爱国者党手上，那么爱国者党它就毫无疑问来讲成为第一大党，它就可以在原来共和党控制的这些州里面产生这些州里面的议员和产生这些州里面的州长。同时这些议员不光是产生本州的议员，也产生了国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那么也就是说，应当讲大部分的这个议员通过一轮选举，只要是在共和党现在所管理的州里面能够实行公平选举的话，那么川普总统这个具有影响力的第一大党就应当成为多数党，就应当能够竞选胜出。那么竞选胜出以后，只要是多数党进入了议会，毫无疑问来讲，由的民主党在议会里面无法无天了。也就是说，南希想再做议长，麦康奈尔再想做多数党领袖，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只要在川普总统这个新的爱国者党建立以后，我相信国会的结构会极大的改变，也就是民主党他再作弊，只可能在他民主党所控制的那几个州，尤其是民主党完全控制的那几个蓝州，比方说加州和纽约州。而加州、纽约州过去共和党也不可能从他们手上拿到一张选举人票，因此呢，我认为在爱国者党成立以后，会形成一个全国绝大部分的州里面的州议会、州议员以及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都来自于爱国党者组成的这个多数党。那么他们一旦在国会里面形成多数票以后，就会在选举中占有优势。那么选举中占有优势，凭借着川普总统巨大的影响力，凭借着美国人民有7500万人支持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在下一次来进行竞选、来当选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这是我们讲的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身体健康，在他自己积极竞选，在整个这个爱国者党已经形成多数的情况下，川普总统完全有条件4年以后重新回到白宫。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4年以后发生了新的变化，也就是川普总统比方说身体不行了，或者是川普总统被这个民主党上台以后对川普总统进行陷害，对川普总统进行打击，他们甚至能罗列很多罪名，把川普总统和他的家人送进监狱，这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本人出来竞选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只要川普总统来主导，只要这个爱国者党存在，只要爱国者党在美国已经形成风起云涌的第一大党的话，我相信有大量的精英人才都会加入到爱国者党。原来共和党里面的一些优秀的精英人才，比方像霍利，比方像克鲁兹，尤其是蓬佩奥，他们如果一旦选择加入了爱国者党以后，会在这个党内形成巨大的政治影响力。蓬佩奥可以这样讲，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川普总统的接班人，就是在川普总统本人不能出来参与竞选的情况下，蓬佩奥完全可以担当大任。也就是说，蓬佩奥这个人他有绝对的磨练，可以讲你看看蓬佩奥本人既担任过中情局局长，也担任过国务卿，他在位期间可以讲硕果累累。蓬佩奥是一个对共产党、对共产主义认识非常深刻的人，他是第一个美国政要里面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分开的人。为什么华春莹往死里面骂蓬佩奥？为什么《纽约时报》和新华社胡锡进他们现在都对蓬佩奥落井下石，然后对蓬佩奥口诛笔伐？就是因为蓬佩奥对中共每次打击都打得中共七窍生烟。可以讲，蓬佩奥他从年轻时候，他在西点军校时候就是第1名的高材生，然后他又取得了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他本人担任过堪萨斯州的议员，然后他被川普总统委以重任，担任了中情局局长，最后担任了国务卿。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情局局长直接担任国务卿的人。蓬佩奥1963年12月30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1986年，他以全班第1名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获得工程管理本科学位。随后，他加入美国陆军，驻扎在冷战时期的西德。1994年，蓬佩奥获得哈佛法学院博士学位，进入律师事务所工作。2010年，蓬佩奥当选堪萨斯州共和党国会议员。2017年1月，在由特朗普提名、参议院投票通过后，蓬佩奥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2018年3月，特朗普总统提名蓬佩奥接替蒂勒森担任第70任国务卿。在参院通过后，蓬佩奥于4月26日宣誓就职，成为首位担任过中情局局长的国务卿。从西点军校、哈佛大学、中情局，然后国务院，作为一名意大利移民的后裔，蓬佩奥凭借突出的个人能力，走出一条美国精英的成长之路。从海外驻军时驾驭铁甲，到管理庞大的美国间谍系统，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与价值观，始终是他政治生涯的主线。或许因为他航母出身，在陆军服役时曾经以坦克排长的身份在东西德边界巡逻。蓬佩奥政治观念保守，是茶党成员，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持强硬立场，对独裁政权往往表现出对抗而不妥协的态度。In China,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shaping a new vision of authoritarianism, one that the world has not seen for an awfully long ti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uses tactics and methods to suppress its own people that would be horrifyingly familiar to former East Germans.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encroaches on the sovereignty of its Chinese neighbors. We, all of us, everyone in this room has a duty. We must recognize that free nations are in competition of values,
with those unfree nations. 蓬佩奥在对华政策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把美国的制裁方向直接指向中共统战组织、中共党员等国家统治机器的实质组成部分。2020年12月4日，蓬佩奥宣布禁止中共统战官员或参与中共统战活动的人士入境美国。在此之前，国务院发布新规，限制中共党员及其直系亲属赴美旅行。可以讲，蓬佩奥现在很年轻，只有50多岁。也就是说，蓬佩奥无论他的知识、他的经历、他的智力，以及蓬佩奥他自己的热情和蓬佩奥的价值观，都完全是成为川普总统的接班人。也就是说，如果是川普总统他本人不出来竞选，蓬佩奥完全可以担纲大任，也就是成为新一个爱国者党里面的主要的领导人，并且率领美国制造美国再次伟大。有很多朋友呢都经常会问我，为什么你现在总是关心美国的政治问题？难道我们现在反共不是我们最大的问题吗？我们现在仍然要关心美国两党交替，要关心那么多美国的问题吗？我想很多这些人啊，他们要么是天真，或者呢是故意的搞不明白这么一件事。中国问题早已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更是美国的问题。美国的两党政治的交替，美国的民主制度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变化。如果美国的民主都堕落了，美国的民主灯塔它都已经熄灭了，你觉得中国还有什么希望呢？美国这个民主它已经毁坏了，那么你觉得拿什么让我们在美国依赖美国的民主制度去改变中国的民主制度呢？美国它的民主制度的是否坚守，美国是否捍卫它的价值观，毫无疑问来讲，成为我们这一批流亡在海外，尤其是流亡在美国，对国家民主制度、对中国民主制度所关心的这些人，他们更关心的这么一件事。这也是为什么美国200多年来建国，这次大选让我们感觉到是美国可以讲叫翻天覆地的变化，是美国它决定了美国制度前进还是堕落的问题。所以说呢，川普总统他虽然争议很大，但是我认为川普总统注定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尽管他的政治对手把他批得是一无是处，但是你从现实来看，昨天参议院在任命拜登提名的内阁的主要人员的这个听证会上面，基本上拜登这些所有的内阁，他们都完全坦诚，川普对中国打击、对中国的强硬都是正确的。那就说明什么？那就说明川普他执行的对中国的外交路线完全是正确的。而拜登怎么做呢？拜登今天上台第一天，他刚刚登基，可以讲叫屁股还没坐到总统的位置上，拜登已经签署了17项行政命令，其中重要的一项行政命令就是推翻了川普的签证禁令。这个签证禁令是川普总统他执行的一个批准计划，叫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国家的保护计划。这个禁令给拜登推翻了，也就是从现在开始起，允许那些被川普总统禁止的国家，像苏丹啊、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啊、伊朗啊、委内瑞拉，这些人现在已经开始可以进入美国了。那么这些人进入美国干什么？他们到美国来的目的是什么？这就是我刚才讲的，美国现在这个深层政府、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大佬，他们现在就要把美国把它拉向一个拉向一个底层互害的社会，让整个的美国制度向中共的专制制度去演变成什么？底层互害。那么底层互害从哪里来呢？就是从外国引进哇，让这些恐怖分子来哇，让这些流氓进入美国以后，就是恐怖分子加流氓加那些无耻破坏美国民主制度的人，让他们在美国掀起什么？掀起无法无天的黑名贵打砸抢，然后对美国的底层社会进行破坏。破坏的结果就是底层每一个人为了自保就检举揭发哇。我们看到的检举揭发还少吗？那个偷 Nancy 笔记本电脑的那个女的，她最终就是被她的前男友把她揭发出来的。也就是说，在美国现在已经完全上演了当年中国文革中的那一幕，就是情人之间、恋人之间、夫妻之间、儿女和父母之间互相揭发，现在在美国都发生了。这也就叫底层互害嘛。底层互害你们也就顾不上高层这些精英怎么出卖国家了，而掌握国家机器的高层们，他们利用国家的公权力，然后就跟中共勾兑，跟世界上一切利益集团勾兑，在他们自己家族重保私囊的时候，管你老百姓死活呢？所以说，最终现在民主党就向这个方向去演化嘛。你看看拜登执政才一天还不到呢，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官方推号已经立即被修改了。把以色列现在美国的大使馆现在已经把它定义为什么？定义为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个刚刚
享受了几天的中东和平，是不是拜登上台就要把它破坏掉呢？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最简单。那么整个这一次2020年大选，我们可以看到华人之间割裂的非常厉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指责你是特务，他是特务。我呢不随随便便给谁呢贴上特务的标签，贴上中共的标签，因为他是不是中共的代理人，是不是中共的特务呢？要有证据来说话。我不随随便便把这个网上有一些为中共说话的、支持拜登、打击川普的，尤其黑川普很疯狂的这些人，我随随便便就把他们定义为特务，定义为五毛，定义为他们为中共办事。那些拿钱办事、奉旨办事的人肯定有，那些大外宣肯定有。是哪些人，哪些是代理人？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分辨能力，用不着呢我一个个去把他们的名字列出来。那么在网络上有一批疯狂反川、疯狂挺拜登，以及为中共这个大外宣、为中共在美国推进他的意识形态在歌功颂德的这些人呢，我相信呢这跟我之间是价值观的对立，是价值观的不同。有很多人，我们看他过去是什么博士啦、教授啦、人权律师啦、民营中间的大 V， 或者是民营中间的大佬啦。之所以他和我们的政治观点不一样，那么只能讲是价值观不一样。他们是不是已经投共，是不是为共产党办事，只有他们心里面明白。我们不能随随便便给他们贴上这个标签。也就是，如果是特务，那最终是要由证据来说话的。我呢是支持民主党一切反共的政策。现在拜登和民主党在执政了。他们只要是能够反对中共、打击中共，我肯定就支持，肯定支持民主党里面那些反对中共、打击中共的那些政策人士。至于那些跟中共勾兑、帮助中共推进中共的意识形态来坑害美国的人，我肯定是完全反对的。也就是说，我个人的原则是建立在反共的立场上。当然了，反共是我们之间的共同目标。至于你说你反共，你人品很恶劣。人品很恶劣的那些垃圾人、无德无品的人，我坚决不能作为朋友。你反你的共，不是因为你反共，我就一定会跟你做朋友。首先你要有品有德。如果你无品无德，是那种垃圾人，你反不反共那是你的事，你爱反不反。那么作为我来讲，我只会跟那些有品德、有价值观、能够坚守自己立场，同时维护美国正义，同时反对中共的这些人交朋友。可以讲，对那些随风倒的、落井下石的，还有那些无耻装逼的这些人，我不会跟他们交朋友。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就是我们很简单的一个政治选择。也就是通过这次美国大选，我们认清了很多人，每一个人在推特上、在油管上、在你认识的海外的这些名嘴大 V 们，你都有你自己的选择。我相信每一个人只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捍卫自己的立场，然后追寻那些个人道德品质都能够保持优良，而不是那种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最终会交到你自己可以信赖的政治上的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今天晚上我会在新唐人电视台方飞主持的节目里面出任他的嘉宾，然后在他们那个节目里面讨论拜登和川普总统他们各自执政他们的政策，川普的离去和拜登的就任对中国、对美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欢迎大家到时上线收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